朱鎔基在2003年1月27日留下的警告不是一句空話。20多年後再回看，他點名的幾件事幾乎都成了政策反覆討論的議題。如果還沒看過完整內容，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找到上集觀看。這集咱們接着往下看。他最先點名的經濟過熱，後來多次成為宏觀調控的核心議題。2003年之後，從投資規模、信貸增速到工業生產增速，防止經濟過熱幾乎成了每輪政策会議的必選項。一旦投資增速過快，貨幣信貸投放過多，就會出現過熱的情況。不久後，房地產過熱也很快进入高层视野。2003年8月，國務院發出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，後續又出台多輪房地產調控措施。海南房地產泡沫的教訓被反复引用，土地財政、房價過快上漲、保障性住房等問題持續受到政策關注。與此同時，城鎮化走偏的警示同樣沒有落空。他擔心的用很便宜的價格把農民的地給剝奪了，後來成為農村土地徵收、濕地農民安置、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等改革的焦點。中央此後多次強調，要保障農民土地權益，規範徵地行為，嚴控耕地紅線。隨後，小汽車狂熱帶來的壓力也逐漸顯現。北京、上海等城市的交通擁堵成為常態，石油進口依存度持續走高。發展公共交通，控制小汽車過度使用，推廣新能源汽車，後來寫進了多個城市的交通規劃和國家戰略。城市軌道交通、快速公交系統在這之後大規模建設。而他每天都在擔心的兩件事，一是各地煤礦事故頻發，傷亡不斷；二是全國交通事故層出不窮，民生安全隱患巨大，也成為安全生產領域的長期重點。煤礦整合、安全監管、交通治理、醉駕入刑都是持續多年的政策主線。朱鎔基同志在形勢最好的时候保持了最冷靜的警惕。他提出的這些問題確實在之後的發展中陸續出現，政策也在不斷調整。好了，本期視頻內容就到這裡，更多鮮為人知的歷史故事盡在賬號主頁，點擊頭像即可繼續觀看。